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，为什么我劝60岁女人秋天别穿卫衣出门。看完3组对比图就懂了，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女人一到60岁就开始觉得穿什么都无所谓？其实这个年纪才正是展现魅力的开始。如果不想让老态悄悄爬上身，就得在穿衣上更用点心。立秋以后，千万别再随便套一件卫衣出门了。看似减龄百搭，其实却是最容易显扮嫩的单品。今天这期咖啡屋就和大家聊聊60岁的女人怎么穿才能真正显气质，远离老态。3组对比图告诉你秋天为什么不能穿卫衣出门。对比图1，卫衣上身臃肿显胖，毫无美感可言。女人上了年纪之后，穿卫衣真的很容易踩雷。卫衣的版型一般都比较宽松，而且面料还特别厚，所以穿在身上臃肿又显胖，对于微胖身材的阿姨来说非常不友好，穿在身上会丢失掉美观性。对比图2，卫衣风格太休闲，单调无趣又平庸。卫衣是属于休闲风的单品，所以很多女人认为穿在身上能减龄，可实际上像这种充满运动感的服装根本不适合中老年女人，设计上太过单调，搭配起来容易有路人感，显得整个人单调又无趣。对比图3，卫衣有扮嫩嫌疑，不符合成熟气质。大龄女人穿卫衣简直就在扮嫩路上一去不复返了，尤其是粉色卫衣，完全不符合中老年女人的气质，给人的感觉特别格格不入，甚至还会放大年龄感，倒不如可以换成无龄感的简约时装，百搭又抬气质。气质女神的服装挑选方针，减龄又时髦，秋装学会这么选，气质更出彩。风格简约不浮夸，适配度更高。中老年女人挑选秋装，首先要选对风格，千万不要刻意扮嫩扮老，多穿风格简约的衣服，避免浮夸花哨老土的现象，驾驭起来更加轻松，而且还能组合出百变公式。版型合身不松垮，显瘦藏肉1级棒。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秋装，版型都要足够合身，太过松垮的衣服穿上身显胖又邋遢。合身的版型通常肩线贴合度比较高，衣摆长度适中不拖沓，穿上身的效果特别藏肉显瘦。面料材质软而不塌，舒适度拉满。秋季挑选衣服要慎重考虑到面料的重要性，面料材质要柔软不拖沓，才能穿出舒适度和支撑性。太软的料子会有软塌无形的现象，对身材的修饰性太差。带点硬挺感的混纺材质更值得去尝试。配色简洁清爽不花哨，避开暗沉感。秋天是非常浪漫的季节，所以在色彩方面千万不能太过暗沉花哨，而是要多穿柔和的浅色系或者是基础色，例如黑白灰、米白色、杏色、卡其色等等，不容易出错，还不挑剔肤色，谁穿谁美。这4种秋装谁穿谁有气质。休闲款白衬衫单穿叠穿都好看。女人到了60岁以后，不要随波逐流穿老年装，多尝试一下无龄感单品，气质才会更出众。像这种休闲款的白衬衫，版型宽松，面料硬挺，无论是单穿还是叠搭披肩，都是很美的。条纹开衫，敞开穿叠搭修身打底，更有层次。想要丰富造型，就不要错过横向条纹的开衫，
开衫很适合敞开穿，内搭修身款式的衬衫、T 恤或者背心，一来能够增加层次感，二来可以达到遮肉显瘦，且修饰上身线条的效果。3. 修身针织衫勾勒上身曲线，尽显女人味儿。中老年女人挑选修身款式的服装时，一定要强调面料的弹力。弹力好的修身针织衫，才不会勒出赘肉感。贴合度高加面料柔软有弹性，才能更好地勾勒出上半身曲线，展现出迷人的一面。4. 无袖印花背心，配色清爽干净，裁剪利落流畅。不要因为有拜拜肉，就放弃无袖款式的单品。像这种 A 字版型的无袖印花背心，就很适合阿姨辈去尝试。带点透肤感的薄纱材质，再加入白色的印花图案，里面可以叠搭一件短袖，避开暴露感。3. 60加穿衣要有讲究，牢记这3个关键点。关键点1，学会改变服装结构，穿搭更时髦。中老年女人的穿搭不能太过中规中矩，学会改变服装单品的结构，才能让穿搭更时髦。例如衬衫的搭配，就很适合将领口解开穿，或者是挽起袖子穿，增加露肤面积的同时，又能提升时髦感。关键点2，巧妙地借助配饰点缀，丰富造型。配饰对造型的影响力特别大，尤其是实用型的包包和帽子，不仅可以丰富造型，还能凹出时尚感。大小适中的皮革手提包，拎在手上，甚至还能改善体态，外观简约大气，适配度更高。关键点3，强调纵向线条的延伸，拉长身形比例。无论是配裤还是配裙，都要格外强调纵向线条的延伸感。多穿裁剪设计利落流畅的长裤长裙，再通过平整度高、褶皱感少的面料，就能成功的拉长身形比例，穿出显高的效果。很多女人一到秋天出门，总觉得穿得随便就好，不是叠穿得过于繁琐，就是裙子挑得太宽松，结果整体造型显得笨重又没精神。其实初秋正是展现气质的好时节，若能在穿搭上多花一点小心思，就能让自己在旅途中既舒适自在，又优雅有型。尤其是出游时，衣服太花哨或太松垮，都容易拉低气质。反而简单大方的设计，结合合身的剪裁，才能凸显成熟女人的气场与品味。接下来就和大家聊聊初秋出游，到底该怎么穿才不繁不松，才能真正做到优雅又洋气。1. 穿衣不过分繁杂，难出错。现在这个季节，不管是周末，还是吃饱饭之后的时刻，你在公园经常能看到一些时尚的阿姨，在公园的一隅摆出姿势，按下快门，留下自己来过的足迹。但在公园这片绿地，有时并不是穿得越艳越好，而是要在艳和简之间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落点，这样才不会显得过素或过花了。1. 基础款配色简约，更显舒服。稍微基础一点的衣服，在搭配时是很难出错的。加之配色比较简单的话，搭配的难度会小一点。去一些公园的时候，建议选择颜色稍微亮一点的单品，暗一点的基础款拍出来的照片可能会不太好看。像一些明度高一点的白色半裙、条纹衫等，搭配一双同颜色的鞋子，整体显得落落大方。要是觉得整体显得有点朴素了，可以加入小面积的对比色，比如白色连衣裙配黑色披肩。此外，在搭配时也要牢记一些技巧，像最基本的松紧结合、色彩呼应、适当露肤等。2.
配色减，款式不减。当然了，一些常见的短袖、条纹衫或半身裙的基础款，搭配起来的时候毫不费力，但难免会让人觉得简单朴素。所以当你衣服的款式和配色都简单时，可以在款式上面下点功夫。比如选裙装时，别选规规矩矩的款，试试裙摆带点镂空设计，或是裙头带有独特花纹的样式，很是吸睛。选无袖时，可以多选一些不规则设计的款式，搭配一条半身裙，不仅腰线有了，设计感也有了。再不济的话，新中式款的单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不管是在设计上还是质感上，都比基础款略胜一筹。3. 繁简得当。其实穿花也是有方法的，只需要记住2点就行了。一个是选择花色单品时，底色一定要干净，跟花色的颜色一定不能产生突兀感，而是要融合在一起，而且花色不能过花，带点晕染的效果更佳。此外，你也可以选择一个纯色的单品进行搭配，繁简得当，自然就不会出现把焦点放到某个单品的情况了。当花衣服的色彩偏暗时，另一件单品可以选择明度高一点的色彩进行搭配，而色彩偏柔时，搭配单品的颜色可以选择花衣服中的某一个色彩进行呼应。2. 穿裙不松，找准腰线。1. 裙子松垮，容易显臃肿，其实很显而易见了。看上面那位阿姨，她的身材其实算是不错的了，但是穿上过于宽松的裙子时，整体会显得比较松垮，整体宽度被拉开了，而且也没腰线，略显臃肿。但是要是你在乎比例，也是可以穿的。此外，裙子的面料比较柔软，会显松垮，把身体的轮廓和曲线都展现出来了。比如小肚子上的赘肉，在走路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。当然，料子松垮的时候，不妨改成暗色的款，说不能遮一下。2. 展现腰线，能更显身材比例。我们在选择裙子时，可以试着有腰线设计的款式，比如本来就有自然收紧设计的连衣裙，或者是腰部有褶皱设计的款式。这些款本来就有腰线，穿上之后不需要再费功夫去展现腰身了。不过呢，有些裙子还是得自己手动展示去腰线的，比如半裙，搭配的时候记得不要选择过于长或宽松的款式，可以搭配短一点的上衣。上衣过长的话，其实可以将一部分衣摆塞进裙腰里，能勒出清晰的腰线，再搭配一双浅口单鞋，好像瞬间拉高了2至3厘米。半裙最好有一定垂感，显得很利落。我们也可以使用叠穿的方式来展现腰线。像你穿宽松连衣裙时，没有腰线，那你就搭配一件马甲，这样马甲自然就会协助你，自动分割了上下身，这样即使是比较宽的连衣裙，也能通过叠穿勒出腰线了。很多女人一到60岁，总是纠结于怎么样才能显年轻，结果不是拼命染黑发，就是在穿搭上用力过猛，非要扮嫩一番。可事实上，真正的优雅并不需要刻意遮掩年龄，而是懂得与岁月和解，用更恰到好处的方式，展现属于这个年纪的独特美感。那些真正令人惊艳的60+女人，她们从不逃避白发，也不会被花哨繁复的服装绑架，而是靠着简单高级的穿搭，散发出一种隽永的气质。接下来这期咖啡屋，我们就来聊聊，这才是60岁女人该有的样子。留白发，衣穿长，色要减，美得更优雅。60岁的大龄女人想要变美，全靠这3点。1. 头发不必染黑，
亦能展现优雅气质。女人到了60岁以后，长白发是自然规律，可很多人会选择染黑，不仅跟自己的气质相悖，而且长出白发会有明显的断层感。其实白发不必染黑，保留原生的发色，反而可以展现出高贵优雅的气质。2、衣服穿长不穿短，端庄得体抬气质。大龄女人穿衣打扮要牢记穿长不穿短的法则，无论是裤子还是裙子，都要避雷短款。衣服太短，很容易暴露身材短板，穿在身上也不够得体。建议可以换成长裤、长裙，藏住赘肉，穿出好气质。3、配色简约大方，不挑剔肤色还抬气色。色彩是一件衣服的灵魂，中老年女人挑选服装色彩要以简约大方为主，优选基础配色，更不容易出错。或者可以选择低饱和度的彩色系，不仅能够衬托肤色，还能穿出时髦洋气的效果。2、中老年女人的变美3部曲，让你轻松美到老。1、打理好发型，精气神更饱满。发型状态保持婉约简约感。发型是女人的美容仪，就算你的面部保养得再好，如果发型没有选对，照样会拉低颜值分。头发的状态是非常关键的，保持婉约简约的感觉，才不会有乱糟糟的情况。打理得干净清爽一点才更美。白发苍苍蓬松度适中，发型立体更精神。白发苍苍又如何？只要蓬松感够，照样可以让你的形象更精致。蓬松度决定了立体感，发根可以垫高一点，发尾的位置烫成微转的弧度，就能让你比同龄人更有精气神，而且还能修饰头型和脸型。头发长度不超过肩膀，打理起来更方便。发型的挑选是不容小觑的，很多人觉得只要穿对衣服，画个精致的妆容出门就够了，可实际上，发型才是决定最终完成度的关键。大龄女人的头发长度千万不能超过肩膀，肩上位置更利落干练，便于打理还显年轻。发质柔顺有光泽度，发型才更时髦。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，还要深入式的去观察。比如一款完美的发型，肯定不能只选对长度、卷度或者刘海，要明白发质才是一款发型的精髓。发质足够柔顺有光泽度，发型才会更时髦。所以护理好头发很关键。2、长款衣服要学会这么选，藏肉又显瘦。无腰线款式的长裙要加入时髦元素。长裙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，可是优雅气质的代名词，所以自然不能忽略。挑选长裙的时候，如果是无腰线的款式，建议不要选择纯色款，适当的加入格子元素、渐变色或者纵向条纹，可以让穿搭更丰富。裁剪设计简洁利落，拒绝累赘的装饰。整体性比较强的连衣裙，要格外强调简洁利落的裁剪，避雷繁琐复杂的设计，尤其是各种蕾丝、花朵、荷叶边设计，通通都可以摒弃掉。学会做减法才不容易出错。线条感越流畅的裙子，穿在身上越显气质。重视面料质感，轻松穿出高级气质。挑选长款服装的时候，还要关注到面料材质的运用，料子要足够舒适耐用，使用寿命才会更长。建议大家可以选择透气性好、柔软舒适、不易变形的天然材质，例如棉麻、真丝、羊毛等等。细节做工有讲究，彰显高级品质。在服装的细节做工上，一定要有所考量，仔细检查衣服的缝线、拉链、纽扣和拼接处，保证每一处细节做工都足够精良。
才能够轻松彰显出高级品质。同时，试穿也是很关键的步骤，衣服穿在身上足够舒适，活动自如且抬气质，才是王道。3、色彩简约但不能太暗沉，牢记配色技巧，基础色加彩色的组合要考虑到平衡感。大龄女人的服装配色的确要简约一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越简约的配色公式，越要考虑到技巧的运用，比如基础色和彩色的组合，就要控制好配色比例，千万不能胡乱搭配。大色块覆盖的情况下，色彩要有对比感。如果是大色块覆盖的单品，组合在一起就要考虑到对比感。例如上衣下装的搭配模式，建议可以运用深浅对比的关系，一来能够分割比例，二来可以丰富造型。一身基础色的搭配，离不开配饰的装点。基础色是永不过时的经典，所以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尝试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一身都是基础配色，就离不开配饰的点缀，例如大容量包包、宽檐帽、珍珠首饰等等，通通都能摆脱单调感。中老年女人变美的方法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，但是说句实话，只要做到留白发、衣穿长、色要简这3点，就能让你的形象气质更上一层楼。真正的优雅从来不是逆龄，而是顺龄。60岁的女人若能坦然接受白发，学会用长款服饰修饰身形，再以简约配色提升气质，就已经把岁月的沉淀化为了独特的魅力。美不在于年龄，而在于态度。当你不再与时光对抗，而是用智慧去驾驭穿搭，气质自然会流淌出来。所谓留白发、衣穿长、色要简，不是限制，而是最自在、最高级的生活方式。与其追求扮嫩，不如选择优雅，因为这份淡然与从容，才是60岁女人最动人的底气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。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